大家好，1999年5月，蔡奇从福建调浙江；1999年8月，黄坤明从福建调浙江；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调浙江；2024年9月，赵龙担任省长期间的大秘武斌。担任厦门市长。2024年10月，赵龙担任厦门市长期间的大秘，连坤明调任浙江湖州任市长了。非习近平派系的福建省长赵龙将很快调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派系的叶连红65岁退休啊，还挺巧的，当年是黄坤明，现在是连坤明啊，两个人都叫坤明。那说到厦门，就不能不说啊，习仲勋本来就是保守派啊，习仲勋他没有替胡耀邦说过话，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习仲勋曾经替胡耀邦说过话，都是习近平请人写的伪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什么人在传播习仲勋替胡耀邦说话的假消息啊？那有人考证过，说习仲勋就是在胡耀邦的批斗会一开始说了一句，这个会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啊？在会议期间根本就没有替胡耀邦说话撑腰啊！习仲勋如果替胡耀邦说话的话，那么后来习近平还能上位吗？习仲勋一开始就抱怨这个会搞突然袭击，这个是中性的，可以理解成替胡耀邦抱怨，也可以理解成这习仲勋在外头玩呢，他不想去开会。那会议一开始，习仲勋早就党性大于人性了，一看那架势，怎么可能再替胡耀邦说话？他说了也没用啊。习近平1990年4月升任福州市委书记，当时是8964之后，92南巡之前呢，8964之后，邓小平就靠边站啊。邓小平如果不是为了夺权，搞什么92南巡呢？92南巡之后，中顾委就解散了，那中顾委的主任陈云和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表面上就退休了，这个逻辑和事实都很清楚。邓小平92南巡就是为了搞掉陈云和薄熙来他爸薄一波啊。92南巡就是一场政治斗争，难道还真的是邓小平忧国？他纯粹是忧国忧民，为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为了继续改革开放才弄一个92南巡啊，这也太拔高邓小平了。92南巡他就是权力斗争，真把共产党说的毫无个人利益，只有集体利益。习近平就是在92南巡之前升任的福州市委书记，习仲勋和习近平毫无疑问是陈云的马仔啊，时间线在那里都能把习仲勋洗涤成改革派啊。习近平去福建与向南无关啊，向南提拔的洪永仕干了20年的市长也没有晋升，先是在福州当市长，后来又去厦门当市长，还曾经跟习近平搭档，就是被习近平挤兑走的。洪永仕提拔的李强的现在的首席智囊，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啊。习近平去福建就是冲着贾庆林去的，和向南没有关系啊。习近平去福建5个月之后，贾庆林就担任福建省的副书记。习仲勋肯定事先知道贾庆林的调动啊，那5个月就是提拔官员正常的运作时间啊。贾庆林是古牧提拔的，跟江泽民无关啊。习仲勋和古牧关系好，那古牧的儿子刘念远和耿彪的次子第二个儿子耿志远一起在缅甸搞电诈，那习近平他就是耿彪的秘书啊。叶剑英号称孩子多的不认识爸，习仲勋怎么复出的？文革2年之后，习仲勋还是无法复出啊。齐心和齐乔乔就找花帅叶剑英帮忙。叶剑英和习仲勋素无渊源，叶剑英为什么愿意出手相助习仲勋呢？1980年代，叶家是广东的太上皇，这是大家公认的事情啊。习仲勋他怎么去的广东？习仲勋之前和叶剑英他没有太多的交情啊，这就是历史大谜题。那当然了，合理的解释它只有一种啊，还能是什么？当时齐心51岁，齐乔乔28岁，就是不知道这个花帅叶剑英是什么口味啊。
别把共产党都想象成好人啊，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人说是胡长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啊，这个不好说。我们预测的话，他不会100%准确啊，因为胡长生刚好是赵构荣前面那个厦门市委书记啊。胡长生和连昆明在厦门也有交集，那连昆明到底是谁的人不好说啊，因为连昆明他也去过甘肃啊，胡长生也是甘肃的省委书记，但是连昆明和胡长生在甘肃没有交集啊，就是时间线并不吻合，就是等着浙江省委书记公布之后，我们就知道答案了。但是这个动向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包括上海市长也要换新的。那回复一下这名网友啊，100公斤去火箭军部队视察讲话了，分析一下。上回刚说了，习近平去福建没有视察军队啊，他就跑安徽去视察，专门来打脸啊。我们看一下习近平到底视察了哪一支部队，这些人的派系背景是什么，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啊。对习近平视察的目的就能有更多的了解。首先这个视察是很仓促的，是临时加戏。我们看央视公布的影片就能看出来啊，习近平从611旅离开的时候很匆忙的，一上车就开走了。那陪同习近平视察的是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火箭军政委徐锡胜。王厚斌就是习近平的人啊，是苗华海军那边出来的。徐锡胜是胡锦涛的人，你看这身体语言就能看出来啊。徐锡胜站得离习近平比较远啊，你看习近平的表情啊，也是100个不忿啊，比较敌视的样子。看这个比较敌视的样子啊，这个王厚斌就是比较温顺服从的样子，光从表情来看，觉得是听闯啊。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个王厚斌和徐锡胜的背景、派系背景，你再来判断就靠谱啊。徐锡胜他出自空军福州基地啊，空军福州基地就是许其亮发家的地方啊。许其亮后来是军委副主席啊，很难说跟许其亮没有关系啊。徐锡胜啊，这个基地还出了一个空军司令丁来航啊。以前他们就说丁来航是习近平的人，什么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和丁来航关系好啊。后来丁来航被抓了，他们也不说了。那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他还不是接班人呢，习近平去了浙江之后才被确定为接班人。如果习近平在福建就插手军队事务的话，这样野心勃勃的人怎么能成为接班人呢？福建那个31军的确是习近平派系的，那是顾辉等人和习近平一个派系的军官替他培养的，又不是他亲自提拔的。一个福建省长怎么可能提拔军队的官员呢？这纯扯淡啊！习近平去这个火箭军的基地叫做61基地，安徽池州市，是王岐山的老家。有人说王岐山是山西人，王岐山是姚依林入赘的儿子，姚依林正是这个安徽池州市人啊。这个是61基地的政委赵全红啊，这个人可能是习近平的人啊。那习近平往火箭军派了一个政委叫做王家胜掺沙的，这个赵全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王家胜提拔的啊。习近平视察的这个旅呢，611旅，现在的61基地的司令就叫做李继良。2013年左右的时候，李继良就是611旅的旅长啊。当时的611旅的基地司令正是周亚宁啊。所以周亚宁被免去人大代表的职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被抓了？但是有可能他只是65岁退休了，可能有人保他吧。周亚宁现在提拔的这个李继良又是61基地的司令啊。611旅原来装备的是东风21甲飞弹呢，这2年刚换成东风31啊。习近平视察的影片中也提到刚刚换装这一点啊。火箭发射它没有那么容易的，中国每一个飞弹旅只有8辆飞弹发射车，被小粉红吹成12辆、20辆，这张嘴就来啊，张嘴就增加这么多。那这些飞弹呢，首先要保证安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核大战呢，没人攻击中国，结果中国自己就造成核泄漏的话，那不就是闹笑话吗？再说又不是没有发生过，中国前些日子那个核潜艇不就沉没了吗？李继良原来是611旅的旅长啊，他是一个业务骨干。虽然他是胡锦涛派系的，
但是习近平如果在火箭军这一个需要安全、需要专业人士的领域，他不提拔专业人士的话，容易出事儿啊。所以习近平视察火箭军，这是军官的派系背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觉得习近平还掌权的话，那就是他还继续掌权；你要觉得习近平不掌权的话，你看这些人的背景是不是都是习近平的人，对不对？他现在自己都要说了，要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他也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了，那更不可能有那3句话了，就是说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啊。现在是党中央说了算，这是习近平说的，自己说的，集体领导就要有接班人，那习近平就不能终身连任，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啊。恢复集体领导是习近平亲口说的，我觉得这名网友说的很好啊，只是在有序的移交权力，那不可能一个习近平的人也没有，估计他就在憋着，指望着隔代指定个自己的接班人吧。习近平的接班人他已经不可能决定了。我们看一个最新的案例啊，西藏的纪委书记姜文鹏，姜文鹏是马文和温家宝的人，3中全会之后就再也没有提拔过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啊。2005年、2007年呢，姜文鹏分别担任中纪委、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的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呢。当时的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的党委书记就是马文啊，温家宝的亲信。那马文还提拔了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傅奎啊。前2天有个大外宣案，非说湖南那刘文杰的案子和傅奎有关系啊，这就是反正温家宝要出山了，习近平要派大外宣来恶心温家宝啊。是马文。刘满仓是不是李克强女婿的爸爸呀？刘满仓被抓了，网上有人说李克强的女儿嫁给了刘满仓的儿子，如果是真的话，那岂不就是李克强女婿的爸爸吗？李克强的亲家被抓了，那就真的是大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刘满仓的背景啊。1991年5月，36岁的刘满仓担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的副处长（主持工作）。当时河南省组织部的部长是刘广祥。1994年6月，39岁的刘满仓担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的处长。当时的河南省组织部长是马宪章。所以这刘满仓是河南省组织部长刘广祥或者是马宪章提拔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这刘广祥或者是马宪章和李克强是不是一个派系的。18届中纪委书记是王岐山，第1副书记是赵宏柱。王岐山他是习近平的人，所以天天抓人啊，但是也不能过高的估计王岐山的实力啊。苏荣和王三运都是习近平派系的，都是赵宏柱抓的，当时的第1副书记。苏荣的白手套，方威现在是海航的老板啊，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那王三运他涉及叶锦明案，那肯定也是习近平派系的。王三运呢是接替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正威提拔的。刘正威是刘杰的秘书，刘杰和薄熙来他爸薄一波是上下级啊，和薄熙来是一家的，那肯定不是胡锦涛这个派系的。这贵州也不是胡锦涛家开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只有一个派系啊，被一个派系垄断。第19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啊是江泽民派系的。中纪委第1副书记杨晓渡是习近平派系的，那个时候大家还能互抓。20届中纪委呢，书记李希是温家宝的人，中纪委第1副书记刘金国是江泽民派系的，一直到第3副书记肖培才是习近平派系的。就也不能说习近平他现在就不能抓人，但是他肯定他抓不了几个人啊，所以20大之后被抓的80%-90%都是习近平的人，他也有江泽民或胡锦涛的人，但是少啊。这反腐就是政治斗争啊，还真的反腐呢。我们看看刘满仓还真的曾经是李克强的下级啊。2001年6月，46岁的刘满仓任河南省商丘市的市长，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陈奎元，省长是李克强。2003年2月呢，48岁的刘满仓担任河南省商丘市委书记，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李克强，河南省长是李成玉。那看上去刘满仓和李克强的时间线完全吻合。刘满仓担任地级市长的时候，省长是李克强；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呢，省委书记是李克强。但是陈奎元呢和李成玉也是一个派系的。陈奎元曾经骂过温家宝，他不可能是胡温的人啊。陈奎元呢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杰尔格勒提拔的。内蒙古的确是邓小平派系的官员比较多，但是呼伦贝尔盟呢，在文革10年
刚好它不属于内蒙古，它属于黑龙江啊。东北呢就是陈云派系的官员多啊，就这么巧这么寸啊。陈奎元他骂温家宝，他怎么可能是温家宝的人呢？就这个火箭军的政委徐锡胜啊，他不是习近平派系，他就是敢这么瞪习近平啊，瞅你咋地啊？徐锡胜也不是东北人啊，徐锡胜是山东泰安人吧？赵紫阳的头号亲信田纪云就是山东泰安人呐，这不能说所有的山东泰安的出身的官员都是反对习近平的人啊，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啊，山东胶东的官员习近平派系的比较多啊，但是也有例外。你看习近平派系的王厚斌，他就比较顺从的看着习近平啊。当然，这个表情他不一定准，这可能就是一个夷人偷斧吧。但你知道这个人他不是习近平派系的军官，你就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在怼习近平啊。2008年3月呢，刘满仓担任河南省的副省长，他大秘叫做胡孝阳。胡孝阳呢后来继续给河南省的副省长王铁担任大秘啊。这王铁和李克强他也有交集啊。2003年2月呢，46岁的王铁担任河南省信阳市的市长，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李克强，河南省长是李成玉。2006年11月呢，49岁的王铁担任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当时的河南省的省委书记是徐光春啊，当时的河南省长是李成玉。这回王铁提拔河南信阳市委书记的时候，李克强他已经不在河南了，就没法提拔王铁了。这王铁提拔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时候，那2次都是李成玉是省长，为什么就不能是李克强？就跟刚才那个一样，是李克强和徐光春2个人接力提拔的呢？这个徐光春他是江泽民派系的，和李克强他不是一个派系的，这3个派系啊，说中国没有一个省他能是只有一个派系啊，所以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刘满仓他不是李克强的派系的。我回复了这名网友啊，他说福建按道理说是习近平的根据地啊。就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只有一个派系啊。这名网友说，16届常委里面就真的只有曾庆红一个属于江派的吗？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派系平衡的问题。就你现在还没有明白吗？我这是分析的逻辑的前提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我这是分析所有的出发点就是3大派啊，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属于3个派系。习近平他不是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呐，如果习近平理解成江泽民派系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那首先，习近平一上台就把这个江哈的派系的官员抓了一大堆，然后江泽民他如何组织反击呢？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不是一个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啊，他每个人手底下那正部级的小弟就得有100-200个人，副部级就有300-400、400-500了。习近平如果是江泽民派系的，那出来单干，那谁跟习近平，谁跟江泽民呢？那不就乱套了吗？怎么分得清呢？但是如果按照我这样逻辑呢，江胡习3个人，他本来就分别属于不同的派系的，就是说这个假设到底对不对？那按照我这个假设，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属于不同派系的，没有推导出来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不敢说我的推导的派系就全部准确啊，大概能有70-80%的准确率吧。10年前，就很多人10年前、20年前，他是江泽民派系的人提拔，那么10年后、20年后，他还是江泽民派系的人提拔，但前后逻辑是一致的。我分析这么多人，怎么着也100-200个了，为什么大致都能对上呢？为什么都能从10年前、20年前找到人呢？这穿越10年的时空，穿越20年的时空，还能对得上？那是我分析的好吗？我不能每一个都编的话都能对上吧？那肯定不是啊，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正确的，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们3个人就真的是3个派系的。如果这个前提正确的话，那么自然推导出来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呀。如果习近平是江泽民提拔的，这个前提就不正确，自然推导出来的东西就是错的。就看你认不认同江胡习他们3个人是3个派系这一点啊，我这全是照着这个推出来的。丁薛祥的秘书张洪亮啊，升任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2局的局长啊，那所有这些都是能穿越10年、20年，穿越上海、西藏、山东，全都能对得上啊。我们看看张洪亮这个背景啊，张洪亮先是担任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2局5处的副处长，
在2011年12月10日之前呢，升任了处长。那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是温家宝，副总理是李克强、胡杨玉、张德江和王岐山，国务员我们就忽略掉，不用看了。就这5个人猜吧，是谁提拔的，对不对？因为他后来是丁薛祥的秘书，就只能猜王岐山了。就王岐山和习近平是一家人，所以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翻脸，这纯属扯淡的说法。2013年10月之前呢，张洪亮原藏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副秘书长，他是当时的西藏副主席边巴扎西的大秘。边巴扎西呢是西藏纳曲市出身的官员啊。西藏纳曲市原来叫做纳曲地区的地委书记热地呢，和纳曲地区行署副专员，就是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姚小度啊，都是陈云和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啊。不能说西藏纳曲的全都是习近平派系啊，但是既然纳曲市已经出了习近平派系的2员大将啊，热地和杨小度，那自然就要猜这个边巴扎西啊，他也是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就是一个北京的官员和一个西藏的官员都能对得上啊，这个热地特别的牛啊。江泽民和胡锦涛2任总书记人都没放在眼里啊，谁给他撑腰呢？不就说明有第3个派系吗？1988年西藏局势很不稳定，胡锦涛受命于危难之际呢，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那当时热地啊已经在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里工作了14年。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兼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稳定局势领导小组组长啊。胡锦涛有一句话呢，曾经深深触动了长期在自治区党委分管干部工作的热地。他说：“锦涛同志认为西藏稳定是第一位的。他对我说，多换思想，少换人。”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关键词啊。胡锦涛是西藏的党委书记1把手，热地是常务副书记2把手。热地在自治区党委工作14年，主管干部工作。然后胡锦涛说多换思想，少换人，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胡锦涛这个1把手他不敢换2把手，热地提拔的官员啊。胡锦涛虽然当时还不是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省委书记级别啊，这都惹不起这个热地啊。这1把手他惹不起这个2把手。我们再来看江泽民啊。江泽民这照样惹不起热地啊！这热地本人说的，我到中央国家机关，上至总书记、总理，下到这个各部门部长们，我是毫不保留的，我就谈西藏这个工作情况，西藏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要求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困难，中央对我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我有时候就说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就不回去等等啊。吴小玉说，我也听过江泽民那时候说过一句话，对旁边的人说，热地要来见我，你们谁都不可以挡他，随时来见。确实有这样的话吗？这是凤凰卫视的吴小丽采访热地，热地自己说的。热地对江泽民的态度就是不解决问题我就不回去，江泽民都不敢得罪热地，说热地要见江泽民，谁都不准挡架。热地的后台是谁这么牛啊？就1990年邓小平是中国的1把手，陈云就是2把手啊。而且8964之后，邓小平是靠边站啊，要不然他就没有必要搞九二南巡。九二南巡就是邓小平向陈云夺权啊。九二南巡之后，陈云这个中顾委主任就中顾委解散，他就下岗了。所以热地的老板他就是陈云啊。热地没有把江泽民和胡锦涛放在眼里啊。周继讽齐王纳谏说，此之谓战胜于朝廷，外交一定是内政的延续啊。达赖喇嘛就是一个背锅侠，西藏问题啊，就是中国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延伸而已。为什么后来这个陈全国大佐他为什么敢大开杀戒呢？是陈全国大佐牛吗？胡锦涛对热地的手段是多换思想，少换人。如果胡锦涛敢换热地提拔的官员，热地就敢组织闹事啊。那江泽民他也得罪不起热地。就西藏的事端，它不是达赖喇嘛挑起来，是陈云热地，习近平这个派系挑起来的，他是为了夺权啊。习近平陈云派系的热地的，为了向邓小平派系的胡锦涛夺权啊，为了向江泽民夺权，就是这么点事儿啊。边巴扎西的经历也是很复杂的。1988年7月到1993年的3月，24岁的边巴扎西担任监察部第6司的干部科员、副主任科员啊。监察部刚组建的时候，可以说从零开始，白手起家。魏建行担任监察部的部长，
党组书记。那原来在中纪委工作的老同志刘明九任监察部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清、何勇任监察部的副部长、党组成员，4个部长、4个秘书、4辆小车、4个司机，其他的一无所有。国务院的要求是一面组建一面工作。刘明九是监察部的二把手，二把手有的时候很关键啊。刘明九是文革之后第一任中纪委书记陈云提拔的，中纪委现在是16个室，之前号称8大室，最早在陈云的时候他就是1个室，刘明九就是中纪委第一室的第一任主任呢，陈云一手提拔的，陈云的铁杆马仔，所以这个边坝扎西一开始就是陈云的马仔刘明九提拔的。为什么他不是魏建行呢？魏建行是胡耀邦的人，这是赵子阳说的。1991年9月到1992年9月，27岁的边坝扎西挂职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县监察局锻炼，山东德州市就调进了陈云习近平派系的全家桶。德州出身的官员张全景曾经担任中组部长，赵克志曾经担任公安部长，尹力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马仲才曾经是江春云的秘书，黄胜曾经是赵志浩的秘书。这些人全部都是陈云习近平派系的。边坝扎西跑到德州去挂职，他肯定就是习近平派系的。1998年1月至2000年9月，34岁的边坝扎西借调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正处级秘书。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是陈奎元。1992年11月至2000年9月，西藏党委副书记是郭金龙。1994年至2000年，边坝扎西是陈奎元的秘书，而不是郭金龙，因为陈奎元是陈云习近平派系的，而郭金龙是胡锦涛派系的。2007年11月至2007年12月，43岁的边坝扎西任中央统战部7局局长。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是刘延东。2002年12月至2007年12月，中央统战部7局又名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当时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贾庆林。刘延东是胡锦涛派系的，但是贾庆林是陈云习近平派系的。贾庆林提拔的习近平，所以边坝扎西担任中央统战部7局局长是贾庆林提拔的。所以和边坝扎西这个西藏副主席提拔他的人有陈云亲自提拔的监察部副部长刘明九、陈奎元、陈全景、赵克志、贾庆林。边坝扎西的秘书张洪亮现在是丁薛祥的秘书，所以丁薛祥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丁薛祥不可能接任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好的，谢谢大家。